还记得去年的3月份，我们把我们的阿夏伊送去柔佛新山做外挂涡轮吗？当时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也就是1个星期内完成这项挑战。1个星期内，我们完成改善涡轮套件，比如说涡轮排气气管、中轮管、排气管改 oil pan、改 fuel return、改上 max ECU spot。当时也算是轰动全马，因为那时候没有车主会改善一个价值8000令吉的 ECU 进一辆阿夏。那事情已经隔了1年又3个月，这一集的 vlog 就跟我们分享阿夏外挂涡轮后的最真实现状，然后也顺便看看赚很多钱的阿豪新家，还有他的猫。哇！当然，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我以前阿夏 Born Turbo 的影片系列，可以去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或者点我以下的链接观看。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vlog， 我是 Hiwei Sing， 是小佳音。上次我们去 JB 啊，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回去 JB 就是拿那个 exhaust 那一次，也算是测试下远途 Turbo 可不可以这样子啦。时隔1年3个月，我们再上去，我们再测试多一次，然后呀，再跟我们聊天啦。其实这次上次 JB。也是去参与阿豪 Rider ATH 的拍摄，也顺便去新加坡啊，我们要找我们的大舅子啦。1年又4个月里面其实我印象中那时候 Born 了有一个问题，就是车子它会油门踩不到，就有时候好像车子要失火的时候，它就会走顿。我印象中啦是多的 body 的问题啊 ，set 好了就 OK 了。直到现在这一辆 Max ECU Sport 阿夏 Turbo 真的是我们把它当成普通车来驾啦。岳父也很喜欢这个车啦。岳父也很喜欢，是吗？这个车这么特别 ，body kit 又帅啊！如果你讲从以前 Born Turbo 到现在，它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改变就是只有 remake 咯，现在是用1950-15啦，比较普通、比较普遍的轮胎尺寸，也比较厚嘞，就舒服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先上去 JB 需要3小时24分钟。我们来到阿豪的家，他花了重金装修，你看篱笆们都不一样，前面的篱笆其实还有拆掉了的，打掉了，有这些非常美的装潢，不是那种随便烧焊的。我多有大拜的男人，他是骑拜的人。当然 Tesla 这车主一定要有家里充电器。哇，真的是有风水的学问呢！这边一进门就有一个遮帘遮住了，这样子就不会漏财了。哇，你看这边干干净净，一看过去就是没有小朋友的痕迹。哇！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来交货啊什么，阿豪啊，你有没有空啊？圆圆宝宝丢来这边里面。有厕所、风扇，有冷气吗？有水。抽风机而已。你看这个2个都是叫蓝猫，然后那只灰色2000，这个800。怎么讲？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它是猫的身躯，狗的灵魂。哪一个灰色的？这只。这只叫冷冷，为什么？那只叫花花。所以这个很像狗啊。猫的空间。喵。Hello。Oh my god！ 果然有钱人养的猫那味道也不一样。它是狗
它是狗，狗的灵魂都是公的。哇，阿豪几时要泡咖啡给我喝？等一下。接一下。哇，这个好，这个有双色嘛。哦 ，OK， 这种好，这种好。看买冰球啊。因为它这一开哦，虽然它是2个门，但是它开还是空间很大。对，有钱啊，有钱。中百。你们有画过毛的吗？这只可以泡，这只可以扔泡。我的梦想就是在以后家里 ，OK， 家里如果有空间，可以做这样的厨，摆满我所有的玩具。那个圆圆跟那个伯伯就玩具车，拿高高，啪！你们想知道一个遥控车过万是什么感觉吗？没人。给你们看一下啊，看刚刚丢下啊。哇，像猫这样哎。它是真的有 absorber 的 ，OK？ 哇，羡慕！我发现到有一个秘密了。真的给他想到，好厉害！那个 bag 我也有。这个是阿豪收黄金的墙壁，一个橱柜，一个 store。啊？什么？里面有什么？哪里？哎呦，哇 ，LV！ 还有 DJI， 快点去，快点去，快点去！哇！你看一关哦，哎呦，它猫进来了。你看，就隐藏式。可是它是门孔了。没有。睡了一觉，现在9点21分，我们准备出发，直接去新加坡吃早餐。在新加坡，其实今年就是有新的方法去 renew 那个 Auto Pass， 就是你常用的车进新加坡的那一辆车的 detail， 你先就 register 那辆车先 approve 了那个 vehicle 的 detail， 才可以买 Auto Pass。如果是新的车的话，如果那个车是已经有 Auto Pass， 就已经是 valid 可以进去了。所以要进呢，其实要赶快进。我就跟伟生说，明年进，新币50块耶。你要这样子讲话是啊？你要这样子讲话是啊？新币50块，你会进吗？一次50块很痛哎。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握机会，今年能进就进？所以现在我们今年还有10天吗？我问你，对，还有10天呐。所以我们这是进是 free。对，它有一个 detail 哦，它是叫你submit那个车前面跟车后面的那个照片。然后我申请了2、3次他都 decline 叫我 resubmit， 结果他要的照片是那种车牌非常的清晰，前后都要非常的清晰那个车牌，所以这个东西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刚刚洗干净我的 engine bay， 现在是干净的，它还是依然你们1年前看到的那个 setting 啦。turbo 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它其实会喷油，如果你不要它从这一边喷出来，你就把这个接去一个罐子去收集黑油。为什么这边要这样子呢？其实就是节省时间，节省麻烦啦，因为你装一个 air filter 这边给它呼吸，就不用装罐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慢点要去弄啦，不然哦，它那个黑油哦就会碰到这个 valve cover 上面这一边，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的 fuel pump 还是漂亮的。我以前安设那个 fuel pump 不好的时候，这个东西哇，它跳得很够力的哦，很够力的。所以哦，如果你on turbo 你的车耐用啦，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不要贪心，你就是打一个0.58，像我的 Vios 也是一样，用了差不多5年了，外挂涡轮，其实到现在它有一点问题，就是它 knocking 是因为可能上面piston上面有积碳，没有去清理，因为有积碳你
油打进去哦，它就更热。我相信清理了积碳，它就会减少 knocking 的问题啦。我这样嫁过来新加坡这边，你看很明显，这个是新加坡啦。OK，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比较耗油，这个是正常啦。因为你要马儿快，就要马儿吃多一点草。以前1桶油可以从蒲冲加过来新加坡，现在没有办法了啊。现在去到Johor的半路啊，还有1个小时的车，我们就要打多1桶油了啊。这一集的 vlog 呢，就是纯粹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的ASEA Born Turbo 了1年又3、4个月。这次远途测试呢，其实我们的 top speed 啦，这次去的180多 plus。关键是我觉得为什么可以到这么快呢？是因为 rim 哦，我们换了这个啦，它比较 fit。它没有抖动的很厉害，之前跑到140哦，那个 rim 可能是有 T spacer 的关系啊，140它就很抖了。这个 rim 再加上这个比较厚的轮胎哦，厚的轮胎我觉得也是关键吧，因为它就没有到这么跳，也没有这么不舒服。你要想象我之前有玩过红猪 Born Turbo。Vios Born Turbo， 只要是比较新的车，我就觉得它就比较耐用。当然，你们不要贪心啦，0.58就0.5，不要再上到0.7，因为如果你马力越大嘞，你的风险就越大。哇，这个灯啊，真的是很好用。我决定了，我的 CRV 也要装这个灯条 ，OK。